Hello， 大家好，我们马上幸福的慈善项目已经整整过去3周了，就75%都已经完成了。是，时间过得非常快。那在过去的7天里边，我们还是做了7支长视频，有上了1支短视频。我先来说一下，从7月27日，相当于有2天的偏差，到2天前的8月16日，根据我们统计。3周总共已经募集到的钱有多少？长视频，也就是 video， 已经有了520.83美元，那它相当于2308.32马币，这个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值啦。这按照这样的节奏啊，本身等到下一周也有望突破本来既定的3000马币的目标。那 shorts。也就是短视频上的并不多，是0.71美金，相当于3.15马币。最惊人的是，这个3周来啊，尤其是上一周，我们收到了大量的 supers， 其实是大家的打赏。这个钱超过了我们的长视频的收入，它有529.98美元，相当于2348.87马币。所以我们说，把大家的打赏也变成我们这个慈善捐款的一部分，它总额到现在3周已经积攒到了4660.34，也就是4600多马币了，这个非常非常惊人的数字，就我看起来，而且是一份很沉重的嘱托，对我们来讲，又是一种鞭策。是的，我们在回想3周前，也已经有将近2000位新的观众，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希望把1个月，也就是在 YouTube 上4周的所有的广告、打赏等等所有的收益通过你和我呢努力的做视频，你的话呢可以帮我看完，帮我传播，那我们一起去投入到慈善项目之中，并且亲自要去实施，要去用双手看到它落地。走到现在啊，这已经是只剩下最后1周了，3/4都完成了。我整个感受啊是非常唏嘘的。怎么说？哎呀，怎么讲呢？我们最初的时候好像设立一个从来没想过的很大胆的宏伟的目标，但它是从懵懂中走来的。才经过短短21天3周的时间，我觉得我慢慢看清楚了要做这个事情的轮廓。这个轮廓是有很多的不容易，我看到做这些善事的人的不容易。我们想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得到大家的支持，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有它不容易的地方。我们以一种我们能想到最坚实的方法，通过这个项目，对我们自己帮助才是最大的。除了大家给我们募集的钱，还有就通过这样的方式真正融入到了大马社会。In terms of，我们在这些好像社会，大家讲大马社会虽然破破烂烂，但总有人缝缝补补。我眼前展现的就是一个网格一样的渔网这样的形状，规则和社会构建的公共政策，它一定会留下巨多的缝隙的，没有人去填补，但还是有很多的小鱼小虾，它会从这个社会的安全网罩不住它们，它人就会掉下去，坠落到地上。但是你看，就在这一条一条网格线的边缘，就有人伸起手来互相拉扯一把，他们就织起了更密的一层网，让很多人都不被掉下去。那我们接触到了什么？我们再回顾，我们看到了给老人派饭的这个送养体，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就想要去做这个事情，还要做月饼。我们看到了像 Mimosa 这样给儿童补习的，防止 B40 的孩子走到社会边缘，滑落出社会。我们也看到了照顾这些智障儿童的人。我们还有人告诉我们，像麻风病院啊、老人院等等，就这些完全是在我们的关注之外的，对，我觉得被纳入生活了。我觉得就顺着你这个思路来讲，我觉得大马社会本身是像你所说像渔网一样，它是有一些细漏的，没有办法去兜住整个社会的这一些所有阶层的人士。但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一点，我们就看到这个叫自力救济，民间的这些人，他们用自己的时间、用自己的金钱还有资源，他把这些细漏似乎是在奋不顾身的，能够拖一点就是一点。
而且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他托举的方式多种多样，一种是直接的用自己的方式去把这些受助的人管一个是一个，第二个他整个他是有一个感染力的，所以别人看到他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就像我们一样会深受感动之后继续会加入，包括给我们打赏、观看我们视频，帮助我们的这个收益达到最高峰的这些所有千千万万的可爱的观众们，对吗？第三部分你还有讲到说大家民间的会做一些这种向上反馈的声音的这样一个动作，对吗？不论是说向上请愿也好，还是说持续的在一些 social media 进行发声也好，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真正就像以前一本书的不抱怨的世界，它好像达到了这样一个很理想化的，而不是说我们传统的我们看到的就是社会它的一些制度它有疏漏，我们可能群体的人是怨天尤人，在批判的同时，其实是忘了说自己可以从这个自己开始 deliver some change，我们可能是缺少这一环。我就看到这种力量形成的刚刚好，就像它有 push and pull factors， 你整个华人是很团结的，很讲究家族、家庭的、社区的关系的，也很宽容、包容、互助，他们在把事情往前拉，但他也受到一种压力，比如说他被政策会照应的相对比较少。对，当很多人说，哎，那我就不去管了，我们只有他不是这样的。对，他就说，那我们就更加团结一点。对，我们能出一份力是一份力，好像正好把这种精神能够让它放大了，而不是说自暴自弃，就等着所谓的有一个大政府或者有什么人可以来帮助到大家，大家反而是更加的团结凝结在一起。而且这种团结它不在于说你要达到一定的经济水平，成为一个富裕阶层之后，它的这种所谓的我要帮一把的那个映射是到你寻常人，就普通人，甚至你可以看到收入并不是很富裕的，每天还是要为3餐打拼的人，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收入当中匀出一部分来，把自己的时间跟精力去照看，跟我们自己的传统思维是不一样的，对吗？我们以前总是说先照顾好小家，再去外面去照顾更大的家，但是它是小家大家同时在并行去做的一件事情。对，就这种善意，首先肯定不是一种政策型的，等着有一个人来做，或者有一个特别有钱的人，没有一个救世主等待救世主的这样一个 passive 的观望。像西方说trickle down， 那些有钱的阶级，他在一级一级往下去照顾，好像不完全是这样。他也不是那种好像有一个特别圣人、特别慈善的这个人，他愿意倾其所有，自己做的苦哈哈的变成一个传奇故事。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人不在这种状态。大家就像你讲的刚才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大家还是不抱怨的。对，他说我们当然我就想这个跟压力也有关系，因为长期受到这种不紧不松的环境之下，大家的忍耐力反而是调试到最佳、最饱和的一种状态。我可以去做，但我不声张，不抱怨。这种融合到一起，就让我理解了你以前讲有一个老外的 YouTuber， 他讲大马社会是一种对 optimizing their kindness always。我现在终于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叫 optimize， 是因为它是一个动态过程。谁的手可以伸出来一下，向上搭一把，或者去做一点事情改善这个环境，无时无刻无人不在，就会去做这样的事情，这是我感触最深的。对，而且我觉得说这种善意对我最大的震撼之一就是说它是轻盈的。最近我又重新开始听这本书叫 Lighter。其实有没有发现，我们以前就可能想的太多，包括说大家会觉得讲什么中华传统啊、4书5经啊，你要熟读 ，Come on， 其实你并不需要熟读，有一些就是 common sense， 你去做。你可能很浅层的，你一个 reaction 给你一个本能反应，有人需要帮助，我就去帮，真的是 lighter， 你的生活变得更加轻盈，没有那么多的沉重了。对，然后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你本来沉重的生活，像我们沉重的生活，又变得很轻盈了。这也是很多做善事的人他们共同讲的一句话，几乎都会说我不懂，哪怕做到现在做了10年了，有些送饭坚持了1、2年了，他还是说我不懂。那意味着什么呢？他是出乎于本能，觉得我该做这事儿，也不让我觉得有这么大的负担，做完我还很开心，我下回还要做，就出乎于本能。但是你看这个社会的制度，就让他的本能是可以得到发挥的。对，就不会说，我凭着本能，我想扶一把老奶奶，我想做一个善事，结果我会发现，我甚至被国家的法律打脸，他被旁边的人劝阻，这不就无为而治吗？出现这样的情况？对，无为而治嘛。对，无为而治。那就是首先它的政策环境，它的整个社区社会环境、文化宗教体系，全部要支撑他们。所以我想回到最初我们的愿景。
从我们犹豫会不会暴露自己赚多少钱，会不会影响自己的收入啊，我们说好吧，我们去做吧。因为书里面说了，当你把你最大的善意投入到宇宙的时候，宇宙也会把最大的善意回报给你。那我觉得看到钱确实没有我想象的好像有这么巨多病毒式的这种传播，但是大家的善意，你看500多美金超过了我们自己的努力，这是其一。第二，要说回来，收获最大的还是我们自己。不然我们的眼睛怎么可能会伸到这些角落呢？就你看，我们刚来的时候，前半年嘛，我们在做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刚刚搬到大马，我们做了那些什么样的视频？哎呀，大马吃的真好啊！我觉得以前看的那个关注点是很小很浅，每天都是浮于表面的一些东西。但是现在，而且我也感受到这种善意是来自一些大家观众给我们没有来由的大额的打赏我，那我真的感受到那本书里面就 Infectious Generosity 里面所说的，因为你承受到了陌生人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奇遇恩典一般的这个礼遇之后，其实你想的不是说我要把它占为己有。真的你想把它取之于观众，用之于大马社会。对，那就是通过这个行为，我们说做，我们以做的方法去实行一个愿景，那么也改善了我们自己的思想，因为我们就实际参与其中了，我们实际真的有了这样的一个行为，就知道别人做慈善真的是不容易的。你发现谁的目标怎么做，做完以后怎么去挑选这里面好的坏的，还要把事情坚持下去，这有多大的不容易在里面？是啊，对吧？我也深深的体会到了为什么以前我曾经治疗抑郁症的时候非常反感那些书里面说的治疗抑郁症的方法就是你去帮助别人，我觉得这没有任何的逻辑嘛。但是我现在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我真的是体会到了这种快乐。那因为你去把你的吸引力、关注力放到了一个更加大的一个 broader 这个受众那边去了之后，就没有什么内耗了。还有你想做的就是想把自己的状态变好。不要去抱怨说我以前承受过怎样的原生家庭啊，没有这样多的事情，我要放眼未来。对，我还是要 echo 一下刚刚讲的，就是为什么对我们自己改善是最大的。我们刚来前半年，你看我们做的节目都会说什么店特别好吃，什么人今天对我很好，大马的风景啊，生活起居啊，就停留在这个层次。虽然我知道那个看的人更多，至今谁说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大家还是会非常非常感兴趣。而且也不是说你在大马生活的时间长就一定会了解这些。我们有认识来了1年的、5年的、将近10年的，哪怕来了20年的，他一定很了解马来西亚吗？我觉得不一定，哪怕是马来西亚人吧，对吧？对 ，doesn't matter。但我们需要经历过这一点，而且我感到很高兴的，你现在拥有了一种定力，做视频的时候，你有一个选择，我做一些比较沉重、比较耗费时间，可能观众不会看得多的影片的自由。我其实不太在乎大家看得多还是看得少，因为我就这张脸，我就花了这么多时间，我不一定会做得很好。那我相反去说，为什么对我们自己收获是最大的？因为借由这个，我觉得我们往下走到了整个马来西亚人是怎样的，马来西亚社会是怎样，再往下走去了解它的历史、它的政治，为什么会形成当今的格局，这里面缝隙间可能最让他苦恼的有些伤疤，可能我还不敢揭开。比方说我们看了《5月雪》，我们了解到一些多种族的问题，有一些其他的话题还不敢，但是借由这些，慈善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走到很深的一个地方。就像别人如果推荐你去大马旅游，我说你去双子塔走一走啊，磁场街跑一跑，了解大马，还是说你跑到某一个小巷里面看到了一个原始的村落，你才会比较好的了解它。我觉得有可能我们就走到另外心态不一样。对你来说，我觉得咱们这一路走过来，你看到这个千疮百孔，或者说以前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社会，是如何又从这个破坏当中重建的，其实是让我很有信心的一种感觉。你始终会觉得说，世界的末日就像那个林莲瑜先生所说的，对于破坏最好的方式是重建。对，那再回到我们的初心上面，再说到大马来是否是一个对的选择，这恐怕我们自己就有了更加坚实的一种答案。对，这个答案也分好几层，别人说是自我洗脑还是怎么样？第一层成本低，大家跟你讲成本低啊，人很好，东西好吃啊，这我觉得他只是看到一个表象，因为有这个选择的，当然可以在中国也找到很好的地方，他也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再往下一层，因为这个社会给到你人的保证、说话的自由，这是另外一层。再往下一层，我就发现，哪怕哪里出现一个漏洞，有一点问题，这个社会是会自我修复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选择就更加没有错了。
是啊，就像我们有个观众跟我们抱怨说，看到另外一个博主讲，小孩啊，你如果稍微年纪大一点，就不要到大马来学习啦，因为这个对你的语言不是很好。且不说这里面的逻辑问题，就那个观众的意思说，人家是因为语言才想要出来的大马吗？人家实在是在教育上得不到了某一种教育的应该提供的这些东西，他为了孩子健康的发展和心灵，他就不得不选择要出来，这是根本问题。我觉得这些事情使得我们有能力看到根本，当然好处也都是自己的，看到了也好，还有了解到原来大马社会是这样的一个本质的一个质朴善良的社会。对，我觉得像马来西亚这么多人口，也不缺我们要做什么形象大使把人家拉过来，不存在这个东西。大家都是成年人，大家都有心智，但我还是觉得要把这个目光拉回来，我们自己一个小家，这个小家的重建，还有它的这个 reshaping 你的各种三观，还有价值观，这是我最感动的。我觉得来马来西亚，我刚刚今天早上就这么想，我觉得是来对了。好，那最后回到我们的这个项目上，还有1周啊，所以我们慢慢会 closing down， 因为下个月还有时间，我们要去把这些项目去实施下去，比方说怎么花钱，买些什么东西。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几个都是让我比较动容的，一个就是美摩萨在做的事情，还有照顾残障儿童的乐善儿童这个中心，尤其是很多人打赏也是打赏在下面，甚至于有人明确说了，你就当是帮我们去营善。那这个我觉得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一定也会分配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比例在这个项目上，而且我们未来还可以持续的去做，这几个是我们感兴趣的了。还有些还没去呢，再去了解一下。有个朋友发了一个叫儿童安宁看护中心，虽然这又是更加沉重，你想看儿童和安宁看护这2个字眼都放到一起了，而且甚至于在大马的华人都是回避，因为创办人自己都讲了，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我还是会接着去了解，它是一种持续的。我们后面大概要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吧。对我来讲，我可能想做的一些事，我还不太成熟的想法是，那些做善事的人，我们很有幸能够和他们相识，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事情去感谢这些做善事的人？对，尤其是我们自己不是在创业嘛，主要是做吃的嘛，我在视频里面也请他们吃饭，多次说了，对，我们就请他们吃，持续的吃，因为我们俩能力有限，做的是比较便宜的，但是很健康的吃的，我想未来我们就可以拿过去给他们吃，而且我们有个小小的这个愿景啊，下周就要上线。但要澄清的是，我们请他们吃饭，并不会从这个月的收益里面去支持，额外的，是我们自己 out of pocket。对，包括我们之前已经捐给乐善中心的，捐给宋王体的，也都算是额外的嘛。是的，不论多少，我看了一下，过去3周单独的捐款有50-60笔，是单独的人呢。我们真的是何德何能，在人群中碰到这么多人愿意去缝缝补补。真的，你说你身边认识再多的朋友，能找出这么多吗？我想没有这个机会是不行的。感谢大家啊，谢谢大家的参与。那我们下周再把它汇总打包跟大家汇报。好，谢谢大家，拜拜。